双方都在拼这种架。好了。中国百年难遇的格斗天才横空出世，死亡左拳接连 KO 2位世界冠军，一举成为世界排名第2。他就是来自山东的吴雪松，中国70公斤级最耀眼的一匹黑马。他打法硬朗，出手果断，天赋异禀，对自由搏击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在实战中，他的拳法极为迅猛，犹如蟒蛇吐信般诡异刁钻，爆发力十分强悍，经常依靠漂亮的躲闪，再加上高质量的防反技术轰炸对手，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战将。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他的精彩表现吧。吴雪松对阵土耳其天才泰范霍斯坎，就已经是一个4人锦标赛。对，双方又刚改没多长时间，做完了这个3回合的拼斗，马上调整身体，马上调整精神，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比赛。是的，确实很辛苦。蓝方泰范霍斯坎，比赛铃声敲响，泰范几记势大力沉的扫腿，率先朝着吴雪松身上扫去。他根本没把眼前的中国小将放在眼里。要知道，就在上一场比赛中，泰范刚刚击败了最有希望夺冠的胡子杀手戴维特·齐利亚，而且赛前泰范直接放出了话，冠军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对战吴雪松只是走过场，可谓是相当自大了。虽然并没有人看好吴雪松，但他依旧全神贯注地投入比赛当中，试图寻找泰范的漏洞。虽然泰范的口气很大，但他的实力依旧不容忽视，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他明显都要比吴雪松更强。即使吴雪松努力控制2人的距离，却还是能被泰范踢到，甚至吴雪松还被裁判警告。泰范霍斯坎，他的腿法呢非常刁钻，而且非常突然。这个霍斯坎，他的上下结合有点像不按套路来。是的，他很报价很死盯着眼睛，突然他的高标腿下来了，所以说不能大意。刚才是吴雪松的有一次击腹拳，对，不错，但是从基础呢，再从上面打的下巴更好一些，贴上勾，正上勾。高扫踢来自吴雪松。霍斯坎的反击拳，斯坎的连续的正蹬腿，低扫踢。哦，看到假动作呀，低扫，这是泰式打法，这是。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非常谨慎。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这是非常危险了。霍斯坎里边防止反击非常快。是的。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还要好。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1回合他还略有保守，他现在没有了。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啊？是的，泰范霍斯坎非常擅长这种假动的迷惑以及这种上下虚实的结合。过于消极应战，泰范经验十分丰富，牢牢地将吴雪松压制住了。很多假动作都迷惑到了吴雪松，但泰范最大的漏洞就是轻敌。他为了快速的拿下胜利，与吴雪松展开了贴身拳法对攻。吴雪松抓住机会，打出了一波漂亮的防反，直接将泰范击倒。泰范迅速起身，从他摇晃的步伐和迷惑的神情来看，泰范此时并没有缓过劲来。吴雪松试图一举 KO 泰范，但由于比赛临近尾声，让泰范得以逃过一劫。有没有？吴雪松想乘胜追击，再来，连续的重拳重腿，有没有？能不能击败这位世界冠军？好，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啊！这铃声啊来得很不凑巧，可以说是看到泰范霍斯坎这个铃声呢，是让自己终于能缓一下了啊！要不刚才那个再来几下，差不多了。这里是昆仑决丝路英雄西宁站的比赛现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泰范霍斯坎对阵吴雪松。两人要争夺第7张入围昆仑决2016年诸神之战最后16强的入场券。我看到刚刚的一下击倒，导致击倒之后的一系列的重拳的压制。但是上半场呢，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个霍斯坎打得非常积极啊，打得非常灵活。你看见吗？他有几个拳必须打斜上勾。他这个吴雪松，他好在打的2类。打膝上勾，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低，2类是比较薄弱的。好，第2回合开始，我看到一开始霍斯坎是加强了进攻，吴雪松
魏松的摆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力量拳的力量。比赛来到第2回合，可以看出吴雪松很急，想赢的心非常迫切，但是泰范更加的想要扭转局势，再次和吴雪松近战拼拳。在双方的换拳过程中，吴雪松又是漂亮的防反技术，又一次将泰范击倒了。和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泰范没能醒过来，裁判见状赶忙叫停比赛。那么吴雪松这一拳有多重呢？通过慢放我们可以看到，泰范在空中就被击晕了，并且头是直接垂直下坠的，这一拳的力度也着实是有点吓人了。最终吴雪松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成为本次比赛中最亮眼的一匹黑马。吴雪松对阵墨西哥冠军何塞罗拉斯。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世界顶级站立格斗大赛昆仑决59，现在是2017年诸神之战资格赛第4小组的第1场半决赛。我们这何塞是一个多膝选手啊。比赛铃声敲响，何塞一个是大力沉的右手摆拳，直接给了吴雪松一个重击读秒，正拳一个后手拳，雪松有点大意了。哇，这一下是真的是非常太大意了。这个时候雪松也不要着急。对。其实我们看这2个选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对，哇，雪松这个时候不能硬进啊。由于大意遭到对手读秒的吴雪松开始发挥自己的拳法优势，尽管何塞的闪躲也非常漂亮，但吴雪松的拳法更加出色，一套组合拳命中何塞面门，直接将其击倒读秒。标志性的前手摆拳，拿回一城，刚才那个击倒啊，对，给扳回来了。标志性的前手摆拳，吴雪松去年就是因为前手摆拳一战成名啊。这时候雪松也是要慢慢做一些对何塞这种打法的适应，适应之后再把自己的优势全部给发挥出来。对，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因为何塞的拳法的攻击路线比较多，而且很刁钻呀，他这个。比赛继续进行，两人展开了白热化拼拳。何塞的防反技术十分不错，能够多次避开吴雪松的拳法，但吴雪松抓机会的能也让人眼前一亮，一个摇闪的击负重拳把何塞打退了2步，这临场应变能力堪称一绝。第一局刚刚进行了2分钟，就双方互有一次读秒啊。雪松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要跟何塞做这种中远距离的这个动作的互换往返，要拉近距离做这种阵地的打法。一直到回合结束，两人都是你来我往的拼拳大战，双方都有精彩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大饱眼福。哇，第一局非常的这个精彩啊，精彩惊险，跌宕起伏啊！第一局真的是，上来给雪松的第一个读秒，我估计观众朋友们心里也是一颤呐。对。不过确实何塞不是一个好对付的选手。我们看一下，哇，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向左的一个摇闪之后，对呀，后手，而且直接压过吴雪松的前手臂啊。我们再看一下吴雪松的前手摆拳，双方换拳的时候啊，这是个，哇，这个攻击距离真的是。你再看一下雪松本身也想不到这个拳会从这个时候居然能打到我。对。好，我们来进入第2局，看看我们在这个双方在技战术上，我估计何塞不会变化他的技战术。是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何塞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不断压制吴雪松的拳法攻势，但吴雪松也十分的聪明，上面行不通，他就盯着对手腹部打，一个击负重拳打乱对手的报价，紧接着就是拳法攻势，何塞瞬间失去防守，被打得节节溃败，吴雪松趁势追击，一个高扫将何塞放倒，裁判进行读秒。何塞还可不可以？其实前2次重击何塞是应该挡下，但是围绳。比赛继续进行，吴雪松不会放过大好的机会，步步紧逼追着对手打，何塞一个转身边拳，吴雪松弯腰躲过，并且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法，何塞踉跄倒地，吴雪松以 KO 的方式再次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雪松也是挨到重击啊。不过何塞的这个左右直拳啊还是相当准的，而且攻击距离非常的长，威胁性也很大。
哇，躲过一个转身边拳，漂亮！第一个前手，这个时候何塞就已经有点晃了。一个躲闪，这直接倒下去了，直接倒下，你看一模一样。吴雪松2次以死亡左拳 KO 对手，让拳迷们看到了他惊人的天赋。大家觉得吴雪松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林华这边，直接拿背，裸脚。这绝对是铁英华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场比赛，就连台下的教练都准备扔白毛巾认输了。铁英华硬生生扛下对手的死亡裸脚，原地抱起铁拳狂砸，完成不可思议的绝地逆袭。小虎铁英华，相信大家对于他并不陌生。作为中国踢拳击打系代表人物，在擂台上，他的战斗欲望炽热如火，坚持压迫式进攻，总是紧咬对手，强硬拼杀，绝不放弃，擅长立体化打击，重拳、飞膝、高扫配合流畅，犹如雷霆爆发。铁英华的风格勇猛华丽，激情四射，这一次却是铁英华跨界作战。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铁英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铁英华此次的对手阿里克塞克雷佩兹，一位极其擅长地面技术的摔跤冠军，这对铁英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铁英华精彩的表现吧。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小虎铁英华的首战综合格斗秀，我们来期待一下。上来就是后手，比赛铃声敲响，铁英华高扫踢先发制人，克雷佩兹趁机接腿，并且成功将铁英华压制在围绳边上。随即两人展开龙边脚力。克雷佩兹的战术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比赛拖入地面中，从而在自己擅长的地面当中将铁英华裸脚。识破对方意图的铁英华用尽全身的力气进行防御。犯规的。刚才那个如果不扣手，铁英华很可能就被摔倒了。对，而且铁英华是不会遇到在自由搏击当中裁判分开两人的这种情况。没错。这边还在往下要。尽管铁英华拼命防守，但由于是第一次跨界作战，还是被克雷佩兹一个加紧摔，将比赛带入地面中。这个地面包括摔跤的交劲儿非常的不错。是。已经被彻底压到了加沙布的位置。对，铁英华这个时候是可以拿对方直接齐撤，铁英华翻起来，小心被拿后背。哇！这边是拿到了上位，看一下是直接站起来还是怎么样。我想要地面打击，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面。人家揣的地面打拳是，如果没有动作，裁判可能会介入让选手站起来。对。铁英华呢也是不敢轻易让对手起身，因为又怕对手直接要给他抱摔。对。铁英华，但是现在目前没有进入。两人重回站立后，铁英华牢牢地控制两人的距离，他可不想再次被拖入地面中。在站立状态，铁英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拳法、腿法轮番上阵，一度让克雷佩兹有些狼狈。这个扭倒的能力也很好，看得出来，特别是这个以拳领进去之后，这个抱摔的能力。让比赛让转身后把，让铁英华还是非常的顾及对手近身的这一下。没错。如果是一个地面站立迟迟打不开局面，克雷佩兹突然猛扑，直接突进内围和铁英华缠斗。就在两人角力中，克雷佩兹突然一个过胸摔，狠狠地将铁英华摔在地上，再一次将比赛拖入了地面中。随即克雷佩兹立马转换身位，拿到了一个后背裸脚。此时铁英华的局面相当危险，就连台下的教练都已经拿好白毛巾准备认输了。现在看不到，裁判在挡着。是有一只手卡在下巴上了，卡在下巴上了。但是现在对方没有发力的点，现在实际上是手在了口鼻处。是的。没在掰对手的手臂，已经掰下来了一部分，但这样不能长久，对方的手已经往肩膀上爬了。对，有机会，有机会，还在往外掰。现在对方没有办法形成裸脚。对，实际上这对于
铁银华来说啊，也是对手臂力量一个巨大的考验。是的，因为之前自由搏击全都是这个爆发耐力的这种进攻，但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僵持很少。特别手臂持续耐力爆发的这种，铁银华的自由搏击的选手里面已经是比较擅长这种角力的方式了。连续的砸击，现在因为被拿了后背，是锁得很死。身体三角，对，杀好方式几乎不太可能。还有1分10秒。铁银华紧咬牙关，尽管克雷佩兹手段尽出，一时半会依旧拿铁银华毫无办法。铁银华这顽强的战斗意志，让现场观众无比动容，纷纷自发的为他加油打气。但是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很难逃脱。对，连续的砸击，这个时候一般来说的常规的防守方式是倒向对方进攻手的另一侧。对。他现在怕倒下去之后呢，被对手拿，对，再次裸脚。没错，倒的方向是对的，对，倒的方向是对的，有机会。现在看看裸脚有没有布置住。我觉得作为阿历克斯来说也很难把这个位置做好。铁银华，好的，再次防住了对手裸脚，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第一回合。连续的打击，但这个打击的威力不够大。对，这边有打后。就在比赛临近尾声时，铁银华总算调整好状态，他扛着克雷佩兹的拳头慢慢转身，成功扭转局势，对着身下的克雷佩兹疯狂砸击，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连续的砸拳，哇！这个第一回合后半段，小虎是险象环生，被连续拿背。可以说，阿历克塞克雷佩兹这个选手的缠斗能力，正好是在克制铁银华这个风格上面。没错，刚才的那一击过胸是非常的惊艳啊！我们看到在截腿近身，身，对，大家看，这是最后的那一段锤击。没错。但是铁银华在这段锤击上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体重量压看这个过胸，哇！刚才第一回合铁银华的被控制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是。比赛来到第二回合，铁银华神龙摆尾率先打开局面，克雷佩兹被踢得连连后撤，铁银华紧接着踹上第二脚，克雷佩兹结结实实的挨了这一下，随即开始亡命奔逃，因为克雷佩兹意识到铁银华战力击打十分强悍，他的力量，这边顶膝后手有没有机会？后手。在铁银华猛烈的拳法方式下，克雷佩兹被打得抱头鼠窜，为了躲避铁银华的拳法，他主动下前抱摔，想要再次将比赛拖入地面中，可铁银华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更好的选择，对手躺着以后啊，会更加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更长。让裁判现在让他站起来了。铁银华继续在自己擅长的站立领域。铁银华应该再来一个转身后摆，打对手的这个腹部。后手对对手。老杨。对。实际上，对于这个站立选手来说啊，还是比较慎用这种。克雷佩兹再次将铁银华顶在围绳边上，铁银华已经有了经验，他通过猛烈的袭击攻势，将克雷佩兹压制到了地面上，随即他展开了狂猛无比的地面砸击。有没有机会终结对手？哇，全场都看得很仔细。连续的砸拳，对，在铁银华近乎疯狂的砸击下，裁判见克雷佩兹已经无力抵抗，赶忙叫停了这一场比赛。铁银华以 TKO 的方式绝地逆袭，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翻盘。他的对手阿历克塞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我觉得铁银华，大家觉得铁银华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这边的也是中国的3打冠军，
所以他的侧快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攻击武器。连续侧踹，中国散打一姐鄂美蝶铁腿如锤，一脚险些把对手踹飞出擂台外，肋骨都踹断了8根，现场裁判都看傻眼了。擂台长久以来是男人的天下，女拳手很少能走上擂台成为主角，但你不能就此低估女汉子的实力。中国散打一姐鄂美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曾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打女子选手，以超强的距离控制能力和精准犀利的侧踹连击著称。从2004年开始，统治女子52公斤级和56公斤级2个级别，曾获2004年亚洲锦标赛52公斤级冠军，2008年全国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56公斤级冠军，2009年全国女子武术散打锦标56公斤级冠军，以及2010年广州亚运会武术女子散打52公斤级冠军等荣誉。冷静、睿智、针对性与适应能力超强，是她最为显著的标志。鄂美蝶的此次的对手科丽娜是来自罗马尼亚的自由搏击冠军，并且获得过 EBU 金腰带，在她8场获胜比赛中有5场 KO 对手胜出，可见打击力之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汉子。面对 KO 帅超强的罗马尼亚冠军，鄂美蝶又会如何应对呢？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吧。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青海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由玉石品牌独家冠名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尊龙传奇澳门站的比赛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女子超级战，由红方选手。比赛铃声敲响，鄂美蝶极具散打特色的作战风格让科丽娜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她慌乱中被鄂美蝶抓住机会，一记大力的侧踹腿杀出，竟险些将科丽娜踹飞出擂台外。这一下实在是太霸气了，虽然科丽娜看似很快就站了起来，但她已经受了不小的内伤了。这也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她的侧踹腿是她的主要的这个攻击武器连续侧踹。这个科丽娜没有做功课，她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啊是这个侧踹的高手。自由搏击这个是可以。鄂美蝶作为中国散打一姐，她将散打中的侧踹腿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牢牢地控制着两人间的距离，而且每一次出腿都能够给科丽娜造成巨大的伤害。随即鄂美蝶又衔接拳法的进攻，打得科丽娜只能抱头鼠窜。由于用力过度，鄂美蝶失去重心，不慎摔倒。科丽娜还想趁人之危，好在裁判及时的将她拦了下来。对，或者是这个侧踹的是中国散打运动特有的这个事情，一般外国运动很少使用侧踹，所以要做针对性的训练啊。这个就是科丽娜完全没有做训练，也不知道鄂美蝶会做这个。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怎么接这个侧踹。对，如果平时没有训练的话，他完全防不住侧踹。没有跟鄂美蝶讲，刚好对他遇到的选手都不是。鄂美蝶牢牢地掌控着比赛的节奏，远距离她就使用侧踹腿。科丽娜也是意识到鄂美蝶侧踹腿的强悍，立马突进内围，不给鄂美蝶施展腿法的机会。此时鄂美蝶立马改变战术，开始用孤颈顶膝的打法，让科丽娜有些难以招架。紧接着又立马用拳法猛攻，这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让科丽娜彻底失去了章法，只能被动地接受鄂美蝶的蹂躏。因为鄂美蝶是散打选手，所以他摆拳有时候会打到后面，你可以注意一下。看这个摆拳整觉的这个力度。两人比赛节奏非常快，鄂美蝶牢牢地把握着比赛的节奏，科丽娜也试图打出一些反击，但是很快就被鄂美蝶势大力沉的侧踹腿打得失去了章法。双方都想快速终结对方，拿下比赛的胜利，奈何两位都是本国顶尖高手，想要终结对方并不容易。两人间的较量一直持续到回合结束。第一局应该是鄂美蝶占有明显优势。是。鄂美蝶的直接处理，刚才这个是一个有点
夹紧的一个摔法，夹住头部颈部的摔法，我再一个侧踹，我直接把它踹出去了。待会可以假装踹肚子，但是呢，这个腿就可以上头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对，二美蝶可以抓住这一点。好，第2局比赛已经开始。好，一开始二美蝶就做一个膝撞。比赛来到第2回合，两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一上来就是激烈的拳法对拼。厄美蝶明显比科丽娜更加灵活，拳法猛攻的同时，还能配合打出犀利的侧踹腿，这让科丽娜局面十分被动。不过她也是被打出了火气，不管不顾的朝着厄美蝶压境，铁了心的要拼拳法。不过无论是拳法的力度还是准确性，科丽娜都比不过厄美蝶。二美蝶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可以让男方选手没办法替身。厄美蝶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他打完就会旋转，转一个角度。实际上拳击选手也有这种做法，叫一个 pivot 和一个旋转的做法，但是在科丽娜的身上并没有看到。还是二美蝶用了大量的一个侧闪。科丽娜是出了名的重炮手，因此她无时无刻都想突进内围，想要和厄美蝶拼拳法。厄美蝶早已识破了对方的意图，又怎么会让她如愿？远距离就用侧踹腿踢她，近距离就近身纠缠膝撞，让科丽娜的拳法根本无法发挥，彻底沦为了厄美蝶的人肉靶子。这个可以应该连续组合，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就接着打下一拳，可以接这个膝撞。做一些变化，他打了一个击斧，后手的腿，要等他进来，我这个脚啊，准备踹你了。厄美蝶的侧踹腿杀伤力巨大，一脚直接将科丽娜踹倒了围绳边。紧接着，厄美蝶凶狠的拳法攻势随之而来，将科丽娜堵在围绳边疯狂输出。科丽娜被打得摇摇晃晃站不稳，局面一度十分危急。双手虽然是拳击冠军了，但是在这个厄美蝶的面前呢，似乎有点没有招架之力。而且他自己的拳法没有打出来，他的拳只用他的手臂也轻轻挥动，没有把身体的力量做出来。你看他用手。科丽娜不愧是罗马尼亚最能打的选手，她尽管被打得摇摇晃晃，但是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这才没有被厄美蝶 KO。两人间激烈的交锋，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厄美蝶优势挺明显的。现在世界搏击运动发展也挺快，很多国外高水平的搏击运动员现在也很多。今天将要上场的瓦伦蒂娜是，现在中国谁能挡住他？目前感觉还没有，也许汪可涵可以跟他打一打。拳的准度，汪可涵不错，但是这个重量，而且特别厉害，比他用高这些。
好，第3局比赛开始。比赛来到第3回合，厄美蝶侧踹腿先发制人，科丽娜还想依葫芦画瓢，以腿法控制厄美蝶。结果等待她的是厄美蝶如猛虎扑食一般的拳法，打得科丽娜不断后撤，模样相当的狼狈。已经重创了科丽娜。好，每一下都伴随着她的叫声跟动呼声。膝盖上去了。在微博啊都写的不冠名自己的一些座右铭。视频在做功课。厄美蝶一直保持着主动进攻的态势，可她的体能却似乎没有太大的损耗。一旦两人拉开距离后，厄美蝶的侧踹腿又有了发挥的空间，一脚又一脚，让科丽娜根本没有近身的机会。科丽娜铁了心的想要突进内围，可厄美蝶又怎么会给她机会？完全就是将科丽娜当成了活动的靶子，想怎么输出就怎么输出。对，而且踹这个大腿会伤到这个膝盖，所以那个南方选手要小心一点。对，这样踹对在膝盖是有蛮大的伤害。所以南方选手不太知道怎么进攻。他不知道接腿摔这个东西。可以吸攻。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由这个厄美蝶吃下来了。当然话讲回来呢，中国的这个散法运动员在吸的训练上比较少，对，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吸都有欠缺，还不是很懂。对吸的运用还有吸的防守并不是很懂，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吸上就吃亏。对，会吃亏。那还好，这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没有走。对，再这样走的话更复杂了。这个重拳啊，这个心理打击非常的重。南方选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可是因为很腿完全没有威胁性，无从攻击起。南方选手看起来是像打拳击的，因为他近身的时候没有踢法，然后腿法也比较少。对，他是拳击冠军，可是没有把威力做。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两人的体能才消耗殆尽，无论是出拳的力度还是拳法的精准性，双方的动作都开始变形了。尤其是这种时候，才更加需要提起12分的精神，因为一不注意就极有可能发生 KO。不过两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并没有给对方这个机会。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对的。最终两人打满3回合的比赛，厄美蝶3回合碾压对手，以大比分优势拿下比赛的胜利。大家觉得厄美蝶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